小时候应该都听说过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一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到底哪个版本是对的呀？青到底是啥？靛又是个啥？其实啊，最早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版本啊，它最早是直译的牛顿一本书叫《光学 Optics》，说这个三棱镜折射这个太阳光色散之后会出现7种颜色 ：red、orange、yellow、green、blue、indigo、violet。哎，这边唯一的这个生词 indigo 就是一种介于蓝和紫中间的颜色，我们就按照一种深蓝染料叫靛青给翻译成了叫红橙黄绿蓝靛紫了。不过光谱其实本身是连续的，牛顿只是他本人觉得说7这个数啊，又可以对应1周7天，也可以对应哆来咪嗦拉西这个7声音阶，才硬搞这个所谓7色。像中国的传统里面就并没有什么7色7彩的说法，而是叫5彩5色，也就是青赤黄白黑，分别对应5行5方。但是5金北京那个设计坛就有这么一个无色图，就是这5颜色。所以虽然牛顿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教科书会写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但是民间顺口溜还是融合了一下传统，就是叫赤橙黄绿青蓝紫。尤其是随着这个菩萨蛮大伯地赤橙黄绿青蓝紫垂池采莲当空舞啊，就流传的越来越广了。问题来了，什么青靛青蓝它到底都是啥呀？这些颜色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啊，蓝呢最早就不是啥颜色哈，像荀子《劝学》里面就说过，叫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嘛。青它是一种颜色，而蓝你看它不是有个草字头吗？荀子说这个蓝呢是一种草啊，是绿的，说叫蓝的这种草能提炼出青染料，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蓝草提取的青染料比蓝草的颜色更青啊。你说我更要迷糊了，到底哪个是青啊？是绿还是蓝呢？那古人就会告诉你了，说天的颜色是青啊，青天嘛；山的颜色是青，青山；草的颜色是青，青草；砖的颜色也是青，青砖；头发是青丝，薄云是青云。《将进酒》就另外一个版本写的就叫朝如青云暮成雪。你甭说头发，那个眼影的紫黑色古人也叫青青带，是吧？哪怕你被掐了一下也可以叫淤青的。你看这个是现在3原色的青，这个是颜料的群青，这个是秘色瓷的青，这个是青花瓷的苏麻离青，每一种青差别都很大，它只能说大致在绿和紫中间，然后饱和度明度各不相同的一系列过渡颜色罢了。其实不仅咱们中国人，现在语言学通过对全世界的语言对比，我们会普遍发现大多数语言呢基本都能准确的描述黑白红黄专有名词，但是从绿到蓝各种语言都是五花八门，很难有一个精准的定义，甚至都会借用什么天海以及各种染料的名字代替。我们也一样。那主流看法认为黑白很好办嘛，它就来自于纯粹的没有光和混合所有的光，不难区分。红呢是血的颜色，黄呢是阳光的颜色，它都和古人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从绿到紫呢就变得没那么重要，所以才五花八门。但是随着物理和生物学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更深层的原因啊，因为我们发现了光本来就是一种能被我们眼睛接受反应的一个波段的电磁波。那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到颜色呢，是因为我们眼里有 LMS3种视锥细胞啊，跟你这个衣服尺码一样。这个 L 距呢是对比较长的560纳米的波段敏感，会给大脑红色的信号。S 锥呢会对比较短的420纳米的波段敏感，会给大脑蓝紫色的信号。而这个中间的 M 锥对530纳米一带比较敏感，就会给大脑绿色的信号。那实际上呢，3种细胞里它不是均分的啊，感受红色的这个 L 锥最多，占总细胞量的50%到60%，而短波的这个蓝色的 S 锥最少才占不到10%，中间绿色的 M 锥大约30%多，它也居中。所以这就导致人眼从红到黄绿色这个阶段啊，基本都是 L 和 M 两种细胞同时刺激的，都能被刺激远超过一半的细胞还比较敏感。但是从纯绿色到蓝色，它刺激的视锥细胞就要更少，甚至到了波长最短的波段，连蓝色细胞都刺激不了多少了，它仅仅刺激到的那点为数不多的红色锥细胞还和蓝混合出了一种紫的颜色。所以人类在感知描述绿到紫这一波段的颜色的时候啊，其实并不太敏感，也很难形成一种共识，就会出现青色这种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也恰恰是这种模糊微妙的感觉，却给了我们更多的遐想和美感。就比如我在敦煌莫高窟，你看那些鲜艳的红黄绿，虽然能给我们这种明确的华丽感，但是就是中间点缀的那些不同含铜矿物形成的由蓝到绿到紫到暗的这种青色，才是真正的点睛之笔。对于艺术来说啊，越是这种温和和冷峻的这种暧昧交汇，才给人最高级的感觉。其实我上次去莫高窟啊，正是因为参加了一个长城的越野项目，而今天我又恰巧刷到长城的董事长魏建军，他又揭秘了前2天的长城麒麟新旗舰，正是采用了敦煌青车色的全新坦克700，并且这个麒麟作为全新坦克700的设计理念，可谓是浑然天成啊。因为麒麟这个生物，它虽然和其他那种古图腾一样，也是一种融合了所谓什么深丝鹿、尾刺牛、有龙鳞、有犄角、长螳、火焰纹的这么一个生物，但是它最典型的特点其实叫不伤一草一木，不踏生灵，是一种最典型的人兽。那个全新坦克700大气磅礴的这种气场，又配合它的舒适的驾驶感，正好与坦克这种铁汉柔情的品牌主张相结合，恰恰演绎了麒麟的人兽形象。所以麒麟这种看似凶猛但却仁爱，叠加敦煌青这种无法被精确定义描述的颜色，它恰恰能同时包含我们心中的坚毅、温暖、生长、包容、开拓又不失细腻的各种美感，形成一种绝佳的融合。它所赋予汽车的文化内核，从一开始就带有了跋山涉水却稳定内心的融合，也是那种独属于我们的深耕中原却远逐丝路，脚踏黄土却拥抱青天的美学。所以就像魏建军说的呀，没有一个英文单词能准确的表达青，青色本身已经成了中华文化的灵魂内核。他们从敦煌壁画中提炼出沉淀千年的青，融合麒麟的祥瑞和灵气，就让全新坦克700的设计既有魂更有根，麒麟云中现，青云直上时，期待全新坦克700的所行之路一路有光。
这个地方叫直布罗陀海峡啊，最窄的地方才14公里宽，还没有北京3环直径大呢。但是就这么一个还没有长江入海口宽的海峡，竟然是巨大赶上中国宽的地中海唯一和大西洋相通的口子。换句话说，地中海绝大部分的水都是从这个口子注入的。在过去，什么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利比亚，甚至这边所有的船想要走出去，只能经过这个地方。这样导致早在1700年代，英国就以介入西班牙王室内战为由头，攻占了海峡北岸的直布罗陀城，而且建立了军事要塞。直到如今的这个直布罗陀还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好玩的是呢，吃亏的西班牙也早在之前就在隔壁的摩洛哥建立一个叫休达的殖民地，现在也是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呢，距离休达有大约24公里，而按照如今联合国的规定啊，各国的领海主权是距离海岸基线不超过12海里。不过呢，1海里相当于1.8公里多，也就是说这两家的领海其实是有冲突的。那一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国际通用做法呢，就是以两家连线中心为基准进行分割，两家不赔不赚。不过从这就能看出来，远在千里的英国就因为控制这个小小的直布罗陀城，就能控制了一半的海峡通道。那对于海权国家来讲，其实领土的多少不是最要紧的，能在大海控制这些关键节点，那绝对是一本万利。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往东边走，这边是爱琴海，你会发现呢，这边一边是希腊，一边是土耳其。但是你会明显发现，土耳其沿海的这些小岛几乎全是希腊的啊，这贴脸话，土耳其爱琴海的海权几乎被完全封锁了。但你这还真不能说是希腊多霸道。其实啊，最早的古希腊呀，它并非是大家认为的现在这个和安徽省差不多大的半岛，它恰恰是控制了爱琴海一圈，控制了大量海岸线小岛的一种典型的海洋政权。尤其到了后来，希腊的海洋殖民地还越过了爱琴海东北一个极其狭窄的海峡，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黑海，还在黑海北岸发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黑土地啊，建立了个殖民地叫博斯普鲁斯，含义是希腊语的运牛渡口的意思。所以啊，那个狭窄的海峡入口因此得名叫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海峡有多窄呢？它最窄的地方才750米，最宽的地方3公里多。咱们这么多随便找个大河都比它宽，但它却把守了整个黑海的航运出口。所以呢，希腊就在海峡边上建立一个城邦叫拜占庭。后来这个城市呢，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东都，叫君士坦丁堡。那再后来呢，来自东方的奥斯曼突厥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就让这儿成为了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不过呢，进入到1战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已经衰落到领土马上就要被彻底瓜分了。多亏呢，这儿出来一个民族英雄凯莫尔啊，他算是挽狂澜于既倒，夺回了伊斯坦布尔一带以及亚洲大部分的海岸线，建立了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但是那些被希腊占领的小岛，土耳其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呢，因为法理上博斯普鲁斯海峡等等这些海峡完全属于土耳其的内海，所以啊，黑海沿岸的什么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罗马尼亚等国出海都是要看见土耳其脸色的。这就是为啥土耳其呢是最早加入北约的一份子。咱们辽宁号那个前身瓦良格号当然就是从乌克兰出发，经过这儿被土耳其卡了好久。同样，最近伊朗封锁了波斯湾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靠的不过就是沿岸荒漠岛屿上的一些军事据点，就能让全世界大部分的石油渡轮都没法出口。所以啊，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海权节点，几乎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比如我们的首都北京，它本身是从陆权出发，因为它处在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那个交汇点，隔壁的天津又是内陆的运河枢纽，非常适合定都。然而进入到了晚清，面对海上过来的敌人，它就麻烦了。因为渤海虽然是个海湾，但是它出口的辽东、胶东2个半岛距离是100多公里，理论上来说，外国船只是可以自由进入这个区域的。所以当时因为北京离海太近，英法联军、八国联军都可以轻易的攻入北京。既然这样，新中国为什么还要把首都放在北京呢？不危险吗？其实如果你拉近这个渤海之后，就发现在渤海出口的海峡那儿还有一个群岛，叫做妙岛列岛啊，归山东管。它距离北边的大连大约是40公里，也就是21海里左右。那如果按照现在的联合国公约，两边领海是12海里，那渤海的出口就完全属于我们的领海，是给封住的。那么渤海在法理上就是完全的一个内海。然而你想过吗？它法理都是人定的嘛，所谓真理的大炮的射程内嘛，你光说没有用。比如在20世纪之前，国际流行的领海原则一直都只有3海里，就是源自以前那个海岸大炮的最远射程。但是到了2战之后呢，随着武器的进步，各国又都觉得3海里太窄了，于是就出现了主张6海里、12海里甚至24海里等等这种规则。直到1956年呢，联合国的只是确定了国际法不允许超过12海里，但是12海里以内多少是领海没有确定。直到了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才确定了12海里原则。那有一种说法认为呢，真正敲定这个决议的呢，正是作为五常的中国，因为把渤海作为内海看作是一个底线啊，这个才得以完全通过的。也正因为如此呢，渤海成为了全世界少有的纯内海，也就是俄罗斯北极圈那个白海比它略大。像加拿大那个巨大的哈德逊湾，它那个出海口两边都超过了12海里。虽然加拿大现在认为这属于自己的内海，但是美国到现在也不承认。这回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的前2艘航母叫辽宁舰、山东舰，是因为辽宁和山东2个半岛正好像2个门神，守卫着渤海内海，也拱卫着首都的安全。那除了战略作用呢，渤海还有个实实在在的价值。要知道渤海的水深其实平均才18米左右，它其实是个大陆架。在地质学上来说呢，渤海和华北平原其实是一个连成一体的地理单元，也叫环渤海断线盆地。在过去呢，这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古湖泊啊，沉积过大量的古生物。那结合这种的断层作用，就符合我以前
前说的这个生钙储全运保的条件，形成了丰富的石油储藏。这里的辽河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都鼎鼎大名。在渤海的中心呢，更是处置着一座渤海城北 A 平台，这是我们第一个海上对外合作的一个现代化油田，它就像一颗跳动在渤海上的海上心脏一样，源源不断的把能源输送到了陆地。但是也正是因为平台远离陆地，所以风浪、海雾、强对流天气都会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和人员轮换。也正因为如此，在平台高出海面约35米的钢架之上，我们建立了目前全国唯一的海上有人值守气象站。从1988年到今天，它从一个观测点演变成了中国海洋气象的科研和设备校准的一个重要基地。其实面对我们这个极其重要的内海啊，这里连续多年的观测是真实记录了渤海海域的气温啊、风雨雾、能见度等的变化过程，为海气相互作用研究、海雾预警、风暴潮预报、区域数值预报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如今的天气预警技术准确率提升，其实离不开这个远在大海的气象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是个典型的季风气候的国家。你能看到就在北京不远处隆起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就有着大量的干旱苦寒之地。正是因为渤海湾的断线，大量的东南季风把这里的湿润气流带给了我们的华北、东北，让这成为了祖先的文明之源。那同样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欧洲的那个直布罗陀海峡其实曾有过长久的闭合的啊，当时的地中海其实就成了个湖了。那因为夏天这儿呢正处于降雨量极低的副热带高气压带，它已经被蒸发成了一块巨大的盐碱盆地了。但正是因为后来直布罗陀又裂开，海洋的灌入，这是冬天的西风就吹着这个海洋的暖湿气流滋润了地中海沿岸，形成了世界少有的这种地中海气候。海洋呢是地球主要的水分源头，是大量风暴气旋的策源地。海陆日差是季风的关键因素，暖流加热了欧洲，寒流干燥了南美。可以说我们的大量气象问题都离不开海洋的作用。所以就像渤海 A 平台国家基本气象站，从第一代观测员乘拖轮出海，靠着挂灯笼一样的登平台，到今天使用自动观测系统、国家级雷达算法和产品试验评估，它变的是条件，不变的是坚守，是坚守祖国海洋权益，监测海洋气象，守卫陆地上人民的信念。地球面积的70%都是海洋，庞大的国土之外啊，这些看似孤独的小岛才是星辰大海的重要节点。在这些节点上，一代代先行者向着天穹对话，保持着那些看似不可琢磨的混乱，才能送给我们脚踏实地的信心。